啊。我们是今天来拍照的。对，类似于拍照的啊，可能是一些。如果你穿汉服来，我绝对不会这样说，对吧？您刚才看到的画面呢，是8月10号发生在苏州的日本风情街上的一幕。有2个小姑娘搞角色扮演游戏，穿着和服在大街上拍照，结果呢被警察拦下来了。警察呢就对他们厉声喝问：“你们是中国人吗？为什么要穿和服？为什么不穿汉服？”2个小姑娘在辩解过程中，警察又说了：“你们这就是寻衅滋事，跟我去派出所。”于是呢，这2个小姑娘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啊。据这小姑娘事后在微博上的这种解释啊，他们在派出所里头一共待了5个小时，然后呢做笔录、检查手机，手机里的视频该删删，然后呢和服没收，还要跟学校的领导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学校的领导。处理的应该说还蛮重的，离开派出所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午夜的1点钟，然后呢，他们在微博上还不得不向大家道歉。请问你可以这样大声对我吼吗？可以。为什么？那现在啊，如果你们不配合，我想有什么理由呢？涉嫌寻衅滋事，好吧？是我们穿一个衣服就是。好吧，那你们跟我们回去吧，好吧？带走吧。很多人都认为警察的这种做法不妥，要我说啊，这2个警察啊，其实做法非常非常得体。他们对寻衅滋事罪的这个法律精髓啊，把握得非常精准。什么叫寻衅滋事？什么叫寻衅滋事啊？寻衅滋事就是口袋罪，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我是不是看你顺眼。就是说，你在我面前只要是行为不顺眼，我就可以认为你叫寻衅滋事。应该说，这个法律精髓你看到了吗？这2个警察把握的是非常准确的。但我个人觉得，这2个警察在哪些方面做的有点不足呢？就是对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啊，妄图颠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方面，这根弦绷的还是不够特别准。为什么呢？你想想，2个小姑娘穿和服，她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什么威胁呀？就算全中国的女的全都穿和服，又能怎么着呢？了不起，中国回到3国时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日本的和服啊，在日本叫吴服，它是在3国时期呢传到日本的，它起源于中国。只不过中国后来在历代的服饰变迁过程中间，这些最早的汉族的服饰啊，慢慢的失传了。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胡人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带来他们的服饰，比如说清朝人穿旗袍。大家都知道，旗袍其实并不是汉民族的服饰，是清朝人从满洲带过来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把它当做传统的民族服饰了。但是真正的汉服，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穿的反而非常少了。所以就我说，真正你要是全中国的女的都开始重新穿和服，在我看来，其实充其量也就是回到3国时代了，复兴了汉族早期的服饰嘛。对文化复兴有多大的威胁呀？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呀？真正的威胁是在苏州这个地方竟然建了日本风情街呀！什么叫风情街？说的好听，其实你就想想，那个地方开日本的店，卖日本的商品，街上写着日本的招牌，这是什么？这是现代文化界的殖民地呀！你今天可以在文化场面上搞殖民地，明天就可以在正式的场合搞殖民地啊。那你想想，苏州还是中国的苏州吗？那么再这么下去，那搞不好日本鬼子要重新登陆中国了，南京都不保啊。所以啊，我觉得这警察啊，不仅仅要抓这小姑娘，更重要的是得把苏州市的市长、市委书记抓起来。这种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在中国试图复兴日本租界的行为，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大家不要觉得是玩笑。你看大连的日本风情街就差一点给砸了，你苏州为什么不砸？砸完风情街还可以接着砸日本的料理店、日系车，把这日系车的车主啊都抓起来，包括那个街上用的照相机，现在多数都是日本人用的，砸了。这样的话，中国和日本就再也不发生任何关系了。从此以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再也不受影响了。
你想想，我个人觉得，如果警察这么做，那真的是点赞呢。玩笑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我想说啊，其实这个新闻啊，其实蛮简单的一件事。很多人让我评，道理上嘛特别简单，为什么呢？就是说白了，一个人的服饰啊，如果没有特别的标示，在我们一般的文明国家里，不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表达。比如说你穿什么衣服，这个东西啊，多数也就是有个得体不得体的问题。比如说你去参加晚宴，你穿一个比基尼，显然是不得体，对不对？那你要穿个晚礼服就比较得体，大家会这么评价你。但是很少有人会把服饰本身等同于某种政治符号，除非你这顶上写字儿，世界上只有2个中国啊，不是只有1个中国，世界上对不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这么写上了，当然大家觉得你这是一种政治表达。但是如果你就穿件衣服，比如说我穿个 T 恤，这东西啊，你知道吗？在文革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是很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叫没领没袖。没领没袖什么意思啊？那就没有领袖嘛，目无领袖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穿这种 T 恤啊、背心儿很反动。但你想想，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认为普通的服饰是没有政治表达的。但是现在呢，把这种所谓的普通的政治服饰啊，像日本的无服啊、和服啊，当作是政治表达，这其实啊，在我看来实在是过了，离蒙哥也不太远了。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啊，在发达国家中，在这文明社会里面啊，一个人即便是把服饰当作是政治表达，其实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你也不应该限制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言论自由啊，保护的就是让你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的言论。比如说，美国当时不是有烧国旗的吗？美利坚的国旗、星条旗。有些人觉得烧国旗是他的自由，他就把国旗点了。那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认为烧国旗是一种政治表达，也保护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言论自由保护的都是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言论，而不是让你觉得大家普遍认同的言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个人觉得限制其他人的表达的权利啊，只能以其他人的权利做基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要限制一项权利，你不能说以其他人舒服不舒服为标准。说白了，这2个女孩在街上穿无服、穿和服，你看着不舒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看人小姑娘？你不舒服，你回家去，看你自己老婆呀，是不是？那你看人小姑娘干啥呀？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准。你不舒服跟我没关系。但什么情况下可以限制呢？比如说你晚上你弹钢琴。你虽然觉得你弹钢琴特别优美，但是你半夜12点弹钢琴，你就影响邻居睡觉，所以这就必须限制。对于不能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其他人没有权利干预，这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基本常识啊，其实普遍还没有被社会大众接受，甚至还被立法其实所否认。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刑法里头啊，就有啊，伤害民族感情这东西啊，这犯法啊。这个其实啊，就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就是我们看那八路军呢、新四军呢，到了地主家，把那东西一调出来，说我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判处你的死刑，啪一枪打死了。或者说我们那个反右的时候，把这个地主啊压过去，一喊口号，说这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给毙了。判处死刑的依据是什么？民愤。民愤就是可以把一个人判处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什么？这是前现代社会，因为他试图是用一种道德来约束其他人的行为。事实上，我的行为跟他人的道德之间没有关系，道德只应该约束自己，不应该约束其他人。就比如这件事情，你认为这小姑娘在8月10号这一天在日本风情街穿衣服，就算你认为你不舒服，她不道德，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权利去干预其他人，干预这2个小姑娘。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登过一次富士山，
当时呢，我们这个登山队里头啊，除了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还有台湾人，所以我们准备了3面国旗。这3面国旗啊，我们都各自背着呀，我就背着咱们中国的国旗5星红旗啊，一直背到了富士山的山顶。在那富士山的朝霞之中，我还把那国旗给展开了。路途中我还见到过一些中国的同胞，他们看到这国旗的时候都很兴奋。但是我跟你讲，在整个登山的那10几个小时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人干预过。大家要知道啊，富士山啊是日本的民族的象征，大多数日本人都说终其一生要登一次富士山，对吧？然后呢，中日关系又比较紧张，但是整个过程中不但没人干预，甚至连侧目的都没有，大家熟视无睹对我的行为。但下山的时候，我们要合影的时候啊，我们几个中国人就犯嘀咕，说是这个中国的国旗肯定可以出啊，这日本的国旗能不能出呢？那么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旗能不能出呢？不知道。最后呢，当然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我们就没敢让它在照片里。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人面对言论表达的过程中的禁区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尽管我们身处国外啊，其实还受着某种游戏规则的影响，害怕呀。就我有一期节目讲的，恐惧无处不在啊。这就是说，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不知道你的什么行为是不是会触犯法律。比如说，什么叫伤害民族感情？我在 YouTube 上做盲区拍案，很多人就天天说我是汉奸，伤害了民族感情。你说我现在敢不敢回去？我真不敢回去。但是大家，你听我节目的人，大家说啊，平心而论，我这节目中间有什么违法的吗？我不相信我的行为有任何违法之处，但我自己真的不敢回去。为什么呢？因为那寻衅滋事啊，伤害民族感情啊，这些口袋罪都等着我呢。回去分分钟可能把我抓起来，或者说不把我抓起来，这个把我边控一下，我出不来了，这都完全有可能啊。所以啊，对于前现代社会来讲，它第一啊，这法律没有客观标准；第二呢，本身实际上它也不公示。这个其实啊，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生活在过去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不过啊，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其实并不想在这个道理上太多的延伸，我是想说另外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我个人觉得，就像这种女孩子穿个和服啊，在中国动不动就砸日本的车呀，反日这种情绪啊，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了另外一个我想说的话题，就是中国在2战期间呢，明明是个战胜国，日本是个战败国，但是呢，我们现在整的这个现象啊，却给人搞得中国像个战败国，日本像个战胜国。什么叫战败国？我总结了一下战败国的心理啊，有这么几条，大家看啊，符不符合中国人现在的心理啊？第一，屈辱，就觉得屈辱，自己被人欺负了吗？第二，天天想着复仇啊，既然被人欺负了，就天天想着你等着啊，早晚有一天我要是强大了，我收拾你。第三，常年生活在负面情绪之中，就不能释怀，这是战败者的心理啊，被人打败了嘛，对不对？但是你别忘了啊，中国在2战期间是战胜国呀。那这个战败国的心理反映到客观现实中，就有这么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忘了，我看一下刚才写的，敏感。第一个现象，敏感，就是这种涉及到日本所有的事情，马上就联想、浮想联翩呢。比如说这个女孩子穿个和服，完了，这不行了，这就是侮辱中华民族的感情了，这就是试图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给颠覆了。其实哪跟哪儿啊，对不对？不就是女孩子穿个和服吗？对不对？这就叫敏感。比如说各地建的日本风情街，大连建的风情街，马上有人说了，这为什么在大连这个地方要建风情街啊？当年的殖民地啊，是吧？浮想联翩，敏感嘛，对不对？弱者才会更敏感。你要记住啊，强者一般来说更容易脱敏。这第一。第二，各种各样的仇日心态和仇日言论满天飞，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安倍首相遇刺的时候，你看那网上普天同庆啊，什么是欢天喜地呀，那种言论
还有一个天天在网上宣传中日必有一战，荡平日本，怎么之类的这种话，仇日言论，在我看来，这都属于其实战败者的心理。第三，不能从历史中间走出来。其实2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多年了，按道理来讲，这中间已经隔了好几代人了。其实还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呢，现在这个社会中间已经很少了。我相信网上大多数那些仇日的人，多数也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而日本今天社会上的这些人，多数也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他们即便是祖先做过侵略者，现在的日本人也不是侵略者，对吧？那么你想想，你天天生活在那个历史的阴影里，有必要吗？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毕竟中国你是战胜国，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就是战胜国，对不对？你看美国对日本，他战争之后，他在这个欧洲有马歇尔计划，在日本其实在亚洲他其实也有援助计划，帮助日本改造他的宪法，帮助日本建立他的现代制度，同时其实也帮助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给了日本也挺多的经济援助的。为什么他作为一个战胜国没有去复仇，相反还比较慷慨的去帮助日本呢？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战胜国心理，他不太在意从日本的复仇中间获得快感，而更在于把日本改造成一个自己合作的伙伴。那么为什么中国呢？这几十年来本来是一个战胜国，却把自己搞成像是一个战败国呢？我个人也曾经分析过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确实不太争气。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按道理来讲，中国在日本要驻军的，地点都画好了，军队番号都弄好了，差一点都过去了，在日本都设置这个盟军占领的这个前哨的这个办公室了。但是因为自己打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打得不亦乐乎，4年的时间打得天昏地暗，结果呢，国民党败逃台湾，大陆呢，共产党取而代之。但是呢，这个内战本身一直没有结束，两岸分治的局面从此造成了，所以就导致中国跟日本之间，后来派占领军到那儿去驻军，这个东西也就没有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呢，共产党建国之后然后呢就是抗美援朝，最后呢，共产党呢又瞎折腾几十年，又是什么大跃进文革前30年基本上是瞎耽误功夫都过去了。是等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一看，日本人其实已经在战争的废墟中间重新走出来了，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大国。如果说他战前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但是80年代初、70年代末，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仅仅大概也就4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了全球第2大经济体所以邓小平访日的时候，是几乎请求日本的经济界企业界来帮助日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战胜国，这个才是真正有点屈辱原本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战胜国，应该比战败国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经济，但是呢，我们从45年到79年这些时间，基本上我们中国人自己全耽误过去了。等到我们自己梦醒了，开始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其实日本已经远远在我们前面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可不就是像一个战败国吗？但是我觉得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中国应该在经济上奋发图强，去努力追赶日本，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建设得比日本才好，这样才对得起自己作为一个战胜国，对不对？比如说，就我说的拿护照，你现在拿着日本的护照全球有180-90个国家可以免签，但你拿中国的护照呢，有几个免签的？别说免签了，我跟你讲，我去乌克兰采访，因为我们拿的是中国护照，当然我们团队中间有人拿日本护照就备受警察格外的关照。我说的这个关照是打引号的关照，经常被无缘无故的盘问。在海关的时候，别人的行李不用打开，我们的行李要专门打开，一点一点检查。
为什么？因为我们拿的是中国的护照。我一直说啊，这个护照啊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给自己国民提供的尊严。如果你自己的护照出去之后可以畅通无阻，大多数国家不用签证，那就说明这个政府给自己的国民带来了无上的光荣，带来了他应该有的尊严。但是如果你这个护照啊，不但到所有的国家都要签证，还要处处被人刁难，说白了，这个就说明政府啊没有给自己的国民啊提供他应该有的尊严。你比较一下这些，你说中国像是一个战胜国，还是像是一个战败国呀？即便是中国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我个人认为仍然没有真正站起来。就从护照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如此。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站起来了？在我看来，不是说在网上宣传那些仇日言论，不是宣传那些荡平日本、消灭日本，是吧？这个解放台湾、打败美国这样的一些言论，包括他们要实现的那个状态，而是说这个国家真正让普通老百姓都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经济上富足，出门之后被人尊重，这个国家才真正站起来了，对吧？这才像真正的战胜国呀。在我看来，2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个国家的比拼不再是军事力量，而是什么？而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让自己的国民究竟过得有多么的好，多么像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有一天啊，我们中国也可以建设的像日本一样干净，普通人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懂礼貌，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像日本一样有后劲儿，包括我们整个的经济领域内有那么多其实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关键技术，我们的国民拿着自己的护照出国之后，有很多国家都给我们免签，到了海关之后亮出这样的护照，别人就会对你备受尊重。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中国才真正的像是一个战胜国。